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帮你攻克一个在中国生活的，可以说是新手村大 boss， 去银行。哈，这个手法很形象。你给我们分享的这份中文教学播客材料，它就像一张闯关地图，把从进银行到用手机支付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了。是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你把这张地图给解读清楚，让你不仅能顺利通关，还能发现一些隐藏的文化宝藏。这个比喻特别贴切。在中国，银行账户确实是开启便利生活的一把钥匙。真的，没有它，什么移动支付啊、网上购物啊，很多事情都寸步难行。对，你分享的这份材料，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不只是一个词汇表，它更像是一本生存攻略，里面都是真实的场景和过来人的经验。我们今天就把它掰开揉碎了，好好聊聊里面的门道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第一关开始，走进银行，鼓起勇气说出第一句话。在你提供的材料里，作者描述第一次进银行，看到人山人海，感觉自己像要去参加一场完全没复习过的考试，心慌的不行。是的，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。所以这第一句话怎么说，就显得特别关键了。没错，材料里建议的那句“你好，我想开户”，可以说是堪称经典，简单、直接、有效。但更有意思的是它背后的那个沟通逻辑。在你分享的这份指南里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，就是自信比发音更重要。银行工作人员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去理解你的意图，哪怕你的那个声调不那么完美。对，而且他们通常对外国人很友好。我记得材料里提到，有时候你磕磕巴巴地说完，对方还会笑着夸一句：“你的中文说得真好。”哈哈，对，这简直是最好的破冰方式了。是这样。而且这不仅仅是礼貌，在你提供的材料里，这个细节其实揭示了一个沟通上的关键点。在中国，尤其是在这种有明确流程的服务场景里，一句麻烦你或者请问，它不只是客气，对，就是一种建立和谐关系的信号。你告诉对方，我尊重你的专业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这能瞬间改变对方的态度。从一个按流程办事的职员，变成一个愿意主动帮你的向导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示弱，反而能获得更多帮助。那在去银行这个战场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哪些武器呢？材料里强调了带护照，这个好像是常识。但我就好奇，有没有什么大家以为需要但其实不用的东西？比如说，我听说有的地方要提供劳动合同，材料里有提到这个吗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材料里确实把护照列为一级装备，没有它一切免谈。对，中国的手机号和你的住址也是必备的。至于你说的劳动合同，这份材料给出的建议是看情况。看情况。对，大部分银行对学生或者普通生活用途的开户并不要求这个。但如果你开户的主要目的是接收工资，那带上它会更保险。明白了。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是，去之前先查一下目标银行的官网，或者问问办过的朋友，避免白跑一趟嘛。所以第一关的装备就是护照、手机号和地址，听起来不复杂。对。但你鼓起勇气走进银行，说了那句“我想开户”，然后工作人员微笑地递给你一张表，我猜真正的挑战从这里才开始吧。哈哈，没错，很多人都把填表看作是 BOSS 战的第二阶段。是的，一张印满汉字的表格，确实能瞬间让人血压升高。但其实只要抓住几个关键词，它就没那么可怕了。比如姓名、国籍，还有证件号码，这里就填护照号，这几个都好理解。我注意到这个教学播客花了很多时间去讲一个细节，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该怎么办。他提供了一句万能问句，
我觉得特别实用。是哪句？就是指着那个看不懂的格子，直接问工作人员：“这个怎么填？这个怎么填？”没错，而且问的方式也很关键。这句万能问句之所以好用，就是因为它很具体。如果你只是笼统地说“我看不懂”，工作人员可能也不知道从哪儿帮你。指着具体的地方提问，效率最高。对。不过呢，表格里确实有几个小陷阱，比如邮编就是邮政编码，还有签名，这里要特别注意，最好和护照上的签名保持一致，这样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对的。哦，还有一个词儿，我猜很多人会搞错，就是开户行。开户行，哎呦，这个太容易搞错了。第一眼看过去，可能会以为是银行的总称。完全正确，开户行其实指的是你正在办卡的这家具体的分行，比如中国工商银行、北京大学支行。原来是这样。你给的原材料里有一个故事，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。有个朋友第一次填表，把开户行写成了开花行。开花的银行，哈哈，听起来还挺美的。是啊，虽然闹了个笑话，让工作人员也乐了半天，但这也说明犯错并不可怕。对，他们会很耐心地帮你改正，这比自己瞎猜一个错误的地址填上去要好得多。在你提供的材料里，那个朋友因为填工资时多写了一个0，导致系统反复报错的例子，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。是的，看来填完之后自己仔细检查一遍是绝对必要的。对，尤其是数字，耐心和细致是打赢这场填表战的关键。等你把这张考卷交上去，工作人员审核通过，那恭喜你，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。假设我们小心翼翼地填完了这张考卷，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卡了？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选择卡的类型。对绝大多数初到中国的朋友来说，储蓄卡是最佳选择。原则就是先存钱再花钱，办理流程非常快。信用卡呢？信用卡审核会复杂得多，所以一般不推荐刚来的人办。选好卡之后，我记得材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环节，就是核对姓名。是的，这是一个零容错的环节。工作人员会逐个字母的跟你确认姓名拼写是不是和护照上完全一致。材料里那个李峰和林峰的故事就是个典型例子，就因为一个字母的差别，所有表格都要推倒重来。哇，那太麻烦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集中精神，仔细核对。确认无误，就到了设置密码的环节。通常是6位数字，输入2次。对，材料里还善意地提醒大家不要用生日做密码，这算是反面教材了。对，安全第一，设一个自己记得住但别人猜不到的组合。不过现在办完卡，事情还没完哦。可以说拿到那张塑料卡片，你才完成了50%的任务。终于卡拿到手了。感觉就像游戏里打完 BOSS 掉落的关键道具。哈哈。但说实话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实体卡本身好像用的不多了。材料里是怎么讲这张卡和我们手机里的支付 App 是如何联动的呢？这才是重头戏吧？没错，那才是关键。你分享的材料里有个比喻我特别喜欢，说银行卡是钥匙，而手机银行 App才是你真正要进入的那个功能全齐的房间。这个比喻好。在中国，几乎所有的金融操作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。所以开通手机银行就是网银，是 B 选项。这个过程复杂吗？一点都不。工作人员会指导你下载银行的官方 App， 然后用你的手机号注册，绑定你刚刚办好的银行卡。最关键的一步是你会收到一个短信验证码啊，验证码。材料的作者似乎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，这个验证码是证明你是你的终极凭证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人。对，一定要自己输入。
这个太重要了。那绑定之后呢？国外的银行 App 可能就是查查余额、转个账。中国的手机银行 App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区别太大了。中国的银行 App 更像一个生活服务中心，除了基本的转账查账，你通常可以直接在 App 里缴水电煤气费、给手机充值、买火车票，甚至还有理财和贷款功能。哇，它把生活中的很多支付场景都整合到了一起，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才是真正的房间。这听起来确实是解锁了新世界。那么有了卡，也激活了 App， 我们来看看日常怎么使用这些工具。比如最基础的存钱和取钱。对，虽然现在用现金越来越少，但偶尔还是需要去 ATM 机操作。你分享的材料里提到了一个大家普遍的焦虑，怕机器吞卡。对，这个我也有点怕。给出的建议很实用，别着急。如果机器反应慢，就等几秒，不要疯狂按键。万一真的被吞了，也别慌，立刻进银行找工作人员，他们有办法解决。另一个高频操作就是转账，这里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有个小知识点，如果你是转给同一家银行的账户，叫同行转账，一般马上就能到。但如果是转给别的银行，叫跨行转账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还会产生手续费。有时候会收一笔小小的手续费。不过现在大部分通过手机银行 App 操作的转账都很快捷，而且常常免手续费。聊到钱就必须聊安全。可以说我们费了半天劲办好了卡，开通了网银，就像是打下了一片江山。没错。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守江山了。材料里花了不少篇幅讲防骗，最常见的骗局是什么？最经典的就是电话诈骗。你可能会接到一个自称银行或警察的电话，用非常紧急的语气说你的账户涉嫌洗钱，或者身份信息被盗用，需要你立刻把钱转到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。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慌，让你没时间思考。正是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正确的操作是什么？挂电话，这是唯一的正确操作。挂了之后呢？然后自己去查找那家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，打过去核实。永远不要相信主动打给你的让你转账的电话。除了电话，还有一种是网络钓鱼。对，就是发个假链接给你。就是那种看起来和银行网站一模一样的假网站，等你输入账号密码，信息就被偷走了。正是如此。所以登录网银，要么通过官方 App， 要么自己手动输入银行官网地址，绝对不要点短信或邮件里来路不明的连接。其实万变不离其宗，只要记住那条黄金法则就行。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，永远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收到的短信验证码。对，验证码就是你授权交易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守住它，就守住了你的钱包。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？整个流程听下来，这份材料其实在告诉我们，去银行办业务不仅仅是为了拿到一张卡，它更像是一次沉浸式的中文实战演练。我完全同意。你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，远比课本上的要生动得多。是的，像账户、密码、手续费这些词儿，在真实的对话场景里用过一次，可能就永远记住了。整个过程可以总结成3个关键心法。第一，准备工作要充分，这是基础。第二，沟通时要大胆，不懂就问嘛，这是技巧。第三，安全意识要时刻在线，这是保障。你分享的材料最后有一个比喻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他说，学习中文就像办理一张银行卡。这个比喻我也很喜欢。开始的时候，你看的那些复杂的流程和陌生的词汇，可能会觉得困难重重，但只要你一步一步跟着指引去做，最终就一定能成功。是的，而且那种靠自己的力量，独立在中国办成第一件大事的成就感，是语言学习能带来的最直接、最美妙的回报。
每一次开口，每一次尝试，都是在为你在这个国家的自信心账户里存款。说得太好了，从一个不敢开口问路的人，到一个能独立在银行办理业务的人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。那么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思考，这份材料启发我们，银行是一个练习正式礼貌中文的好地方。那么除了银行，还有哪些我们日常会接触到的公共场所，可以被当作你的私人语言实验室呢？比如医院、邮局，甚至是菜市场。对，在那些地方，你又能学到哪些教科书上永远不会出现的独特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呢？